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新综艺女主剧本，穿可爱连衣裙比 Baby 还要高调，难得变公主超美。以往明星在参加综艺节目时很少穿这么华丽端庄的服装，只有 Baby 这样一直走女主剧本的明星才会尝试一些穿衣造型。而这次杨紫显然是拿了女主剧本，在新综艺节目中华丽的外表让她参加新综艺节目堪比走红毯。该公司的最新产品是同类产品中的最新产品。领口的设计和荷叶边蕾丝的设计对肩部和领口的修饰非常有效，而后背的时尚领口不仅让杨紫的背线多了几分骨感，而且肩带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的捆扎设计也有很好的整理效果。肩带与领口荷叶边的设计更是起到了全身少女的时尚感，再加上一身香芋紫，还让杨紫的肤色有了一种半透明的白感。而领口的设计，高高的丸子头也让杨紫的颈线更加修长，搭配长裙下摆和高腰线，更彰显出杨紫优雅气质的感觉。自从杨紫换了造型师之后，整个人的脸型都能有很大的变化，尤其是她的礼服造型更加惊艳，少女的细节搭配整身礼服的优雅，也让杨紫的气质有了明显的提升。而且杨紫的大部分衣服颜色都是很浅的素色，这种颜色的面料质感很高，但更衬托出杨紫皮肤的稚嫩和白皙。白色的长裙和杨紫的白色连衣裙绝配，让她看起来更加的精致漂亮。超低的领口设计和明显的曲线造型起到了很好的修饰身材的效果，即使不佩戴任何配饰，依然可以让杨紫的天鹅颈十分出众。而垫肩加泡泡袖的造型为杨紫的身材修饰也起到了明显的效果。整条长裙虽然没有太多的立体设计，但是细节的变化却还是让裙子看起来依旧细节，仍然使这件衣服看起来像一个完整的亮点。其实看了杨紫的这些礼服，不难发现她不会选择一些过亮或者过深的颜色，更多的是一些浅色，而且这些颜色也起到了很好的美白效果。02，单从流量来看，肖战占据第一，名副其实。如果单从流量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肖战中占据第一是真的。过去的流星其实正在慢慢被遗忘，就算是流量，肖战的流量也不是风来的，肖战的粉丝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都是一部部作品和演员自身性格积累的。所以看看肖战的第一名，就知道他这几年经历了什么，付出了什么。这就是肖战的实力，也是粉丝们支持他的原因。当然，有好作品被大众认可才是流量的源泉，所以肖战既是流量，也是实力。在新生代超一线实力青年演员中，肖战目前是真正的戏剧承载学生，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。肖战以刚毅正直的性格，作为公众人物做了模范，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创造每一个作品，用热情对待每一个工作。他之所以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和喜爱，是因为他值得他。03，沉香如粉种花篇开篇，废话多，为什么还成了热播剧？唐周冲破一切心理障碍向燕坛表白，燕坛却恢复了记忆，果断拒绝了唐周，打算离开雨墨。这是《沉香如碎》下一集的第一集《沉香宠华》，开头是谩骂唐周、燕坛和雨墨，再加上对观众的谩骂，我忍不住跟着雨墨一起落泪，心里很奇怪，为什么唐周的眼泪不感动我，燕坛的眼泪不感动我，而雨墨的眼泪却感动了我。雨墨的往事以及小心翼翼的玩弄欲擒故纵的唐周，都表现出那种日常的兴趣。我最近觉得张睿在雨墨的角色还是很精彩的。然而没有别的了。尽管如此，在沉香种华的正片中，真的是他让我哭了。雨墨小心翼翼地对燕丹说道：“既然你恢复了记忆，那我为什么不做你的同伴呢？”雨墨太了解燕丹的人品了。他意识到严丹可能需要离开他，所以他仔细检查。然而，这种谨慎的初步变成了严丹的选择。严丹很快就消除了雨墨的寒离印记，更何况是他自己的。雨墨又无奈又焦急地说道：“这就是你给我的印记，你凭什么要消除它？”这个麻烦又破又乱，雨墨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才跟上最后一个念头，有趣地对严丹生气了，瞬间就抑制不住想哭的冲动。
说不上慈悲是不是已经到了玉墨一无所有的绝望，也不能用他不张扬的努力放弃对自己心爱的人。颜丹对于雨墨来说其实是主宠，这位宝贝几乎记住了这个世界的所有关系，赞助商、家人、同伴、同谋等等。后来燕丹觉得自己亏欠于墨到了极点，于墨却强调他和颜丹不应该出去，不管他们欠不欠，甚至拿出了一份协议来控制燕丹，不让燕丹离开。即便如此，独自在野王川闲逛了许久的燕丹，此时也已不是当初那个洒脱的小姐姐了。她知道于墨对自己的感情，也没有任何耽搁于墨的意思，更不用说继续欠于墨了。这样一来，她还悬着要离开。后来沉香如鲠在喉，反对的声音非常大。Dis 仙侠剧透了一大堆老梗。Dis 诚意的演技，说他有死鱼眼或者跟杨没有 CP 子。Dis 杨紫、刘雪怡处境艰难，蛋糕插曲怎么了 ？Dis 张睿年纪太大了。Dis 这部剧离第1名太远了，换男配角一直有大失所望，却又受不了无数人的吐槽，睁开身后一集一集的追剧。为什么？说实话，因为感情是无法在现实中得到的。燕丹和应远在2条路上相向而行，玉墨静静地看着燕丹。杨紫饰演的颜丹特别有魅力，别人本来可以演被人嫌弃的绿茶，但以杨紫的演技，我这群人完全理解于墨宁愿做任何事的原因。我会尽量不被点名，我只需要做一个永远的伴侣，和杨紫一起去。我也明白为什么应远要陪他最亲爱的人，尽管他有能力，也害怕他的修罗血统。既然他是颜，尽管他无能为力，但只要有他，这个星球上就有了多样性。没有他，无论你是坐在高处还是世界的守门人，你都只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移动的身体，简单的居住。爱情隔山海相隔，两山一海可以相平，因为在他们的灵魂里，美食是这个星球上的主要品种。04沉香众画史莱姆桶上线啦！白发诚意诱人更新，网友监护人爱得好。沉香如饕餮在关键时刻引入压轴，燕丹吻了唐依依，重新找回了之前的回忆，刺眼的荧光灯总算是彻底断了。话虽如此，唐周是真的受了伤，而颜丹也被韩离的核心疗伤，上半身竟然停在了这里，这让众多观者不甚满意。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因为沉香重华的最后一部分将始终如一的联系在一起，与大家见面。很多情节和秘密将在最后一幕揭开，恢复记忆的颜丹将去往何方？唐周什么时候重回应原地的特权位置了？那个年代的精灵魔导战的现实是怎样的？这些询问将得到解决。而且沉香种花的后半部分同样有一大看点，至少应远的父亲玄夜修罗王也将上线，应远的受教育经历的秘密也将被揭开。对比和23 CPS 颜丹和营元，对他的亲人的感情也很耐人寻味，很伟大。据说应远的父亲是修罗族的王玄烨，而修罗族的实力平平，寿命却异常的短，所以他们不断地汲取各种赛事的旋律来拖长自己的寿命。玄烨需要凝聚6大宇宙，明白他的心愿。为了获得天域，他自称受到伤害，并得到了蓝色战神的保护。冉青将其带回天庭，两人在相处之道中产生了感情。之后，玄烨为了他的野心，屠戮了6域。冉青与玄烨被族人所杀，被族人利用，刀剑交锋，在玄烨面前走去。玄烨的天下是爱情，无数次用武器逆转时间，但冉青也一次次选择为天下人而死。在最后一次轮回中，冉青怀上了修罗血脉，也就是应元，导致业火衰竭，与玄烨一起灭亡。这也是两人之间的纠葛。半妖半仙的支持是由帝尊提出来的。在后来的剧情中，唐周和燕丹为了得到最后一件神器，无意打开玄烨的封印，父子相见，彼此相认。剧中的应元和玄烨都是由程毅扮演。虽然他们是同一个演员，但他们的角色、性格甚至外形都完全不同，所以非常容易区分。玄烨身穿黑色汉袍铠甲，灰白色的长发微微卷起，额头上有修罗族的徽记。如果说应元是干净的，他的白衣服飘飘然，那么玄烨则恰恰相反，黑衣飘飘，霸气十足。
很多网友甚至认为，黑化的父亲玄烨比应援更英俊，更有情调。此外，叶璇的性格与应援的性格完全不同。应援性格冷漠，不食人间烟火，甘愿为六道轮回失去爱情，这使他两世为人，受尽折磨。但玄烨则不同，他手中握有天下人的霸道嚣张，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得到他。他表达自己的感情非常直白，是闷骚的。因此，网友们戏称，如果支持他的父亲得到2分，他早就追妻成功了。虽然玄烨在剧中是个反派，但他是个令人喜爱的反派。他既腹黑又多情，在失去爱情后，他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生命来逆转时间。为了这个目标，连他的儿子也不手软，他的坚强也得到了解释。父母是真爱，儿子是意外，连对应援的评价都是废物。为了复活滇青，他更是不惜与儿子动刀动枪。剧中父子之间的矛盾对立，也是很多人期待的情节。他真的很燃，很有爆发力，想想都让人兴奋。让我们一起锁定沉香正气，期待渣男的上线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